輝達剛剛交出了一份打破整個人類商業歷史記錄的財報，短短3個月時間，營收達到了驚人的680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每天一睜眼就有7、8億美元進賬。不僅賺得多，利潤更是高得離譜，毛利潤率穩穩站在了75%以上。按照常理，交出如此逆天的成績單，股價應該直接一飛衝天，對不對？但是沒有，不僅沒有飛天，財報公布之後的電話會議一開完，輝達的股價居然跌了。到底發生了什麼？明明極其賺錢，為什麼市場不買賬？其實原因很簡單，華爾街害怕了。市場上現在有一種極其普遍的恐慌情緒，投資人看着微軟、谷歌、臉書背後的母公司成百上千億美元的買輝達的芯片，所有人心裡都在打鼓，科技巨頭的錢難道是大風刮來的嗎？買如此巨量的機器，要是賺不回錢，資金鏈斷了怎么辦？一旦巨頭停止採購，輝達的神話不就徹底破滅了嗎？面對全市場深深的焦慮，輝達的創始人黃仁勳在電話會議上只用了一套極其簡單的邏輯來回擊。這套邏輯徹底揭開了未來10年全球財富大洗牌的真相。黃仁勳說：“我根本不擔心我的客戶沒錢，因為算力現在就等於收入。”這句話聽起來有一點抽象，我用最簡單的大白話給大家翻譯一下。過去買電腦、買服務器，那是純的成本，是需要花錢的。但是現在買輝達的芯片，買的根本不是零件，買的是印鈔機。你家裡的印鈔機轉得越快，你口袋裡的錢就越多。黃仁勳重點提到了一個詞，叫做代理人工智能。大家千萬不要被如此專業的名詞嚇到，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極其聰明而且永遠不知疲倦的虛擬員工。以前的人工智能是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回答你一句，就像一個算盤，你撥一下他動一下。但是現在的虛擬員工完全變了，你給他派一個任務，比如幫我寫一個軟件，或者幫我分析一家公司，虛擬員工就會自己去查資料，自己去寫代碼，自己去修改錯誤，甚至還會自己組建一個虛擬小團隊，互相配合，一口氣幹上好幾個小時。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虛擬員工會不斷地吐出一樣東西，叫做代幣，英文叫 token。你可以把這個詞理解為工廠流水線上下來的商品，比如麵包房裡烤出來的麵包，服裝廠裡做出來的衣服。黃仁勳看透了目前商業的本質。他說，虛擬員工每生產出一件商品，都是可以換成真金白銀的。只要你能以更快的速度生產商品，你的收入就會直線飆升。所以華爾街擔心的巨頭把錢花光根本不存在。為什麼？因為只要機器一響，黃金萬兩。大公司瘋狂買輝達的設備，是為了讓自己的虛擬員工跑得更快，生產大量的商品，賺取更多的利潤。如果不買計算能力，你就沒有辦法生產商品，你的收入就不可能增長。這也就是為什麼不管輝達的芯片賣得多貴，頂級巨頭都要排着隊，甚至搶破頭去買。因為誰擁有了最強的機器，誰就擁有了最強的賺錢能力。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算賬邏輯，不投資就等死，投資了就是印鈔。而且目前賺錢的速度正在呈現指數級的爆炸增長。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其實已經跨過了一個極其關鍵的歷史轉折點。黃仁勳在會上明確透露，超級聰明的虛擬員工已經迎來了全面爆發。現在全球無數的程序員寫代碼都已經完全離不開虛擬幫手了。全世界對計算機器的需求已經變成了一個深不見底的無底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每一家公司，不管是賣衣服的、造汽車的，還是開飯店的，都需要虛擬員工來幫他們幹活。所有的軟件都將依賴人工智能，所有的公司都将变成一座座生產數字商品的人工智能工廠。
當所有的公司都在日夜不停地生產商品的時候，作為唯一能提供最強製造機器的輝達，它的地位會有多穩固？輝達的財務總監在會上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輝達現在的訂單已經排到了2027年。注意，這可是實打實的交錢排隊。市場上想要買到最新的機器，根本買不到。不僅最新的買不到，就連6年前發布的老舊機器，現在都被搶得一乾二淨。甚至因為都在搶產能，連傳統的遊戲顯卡都受到了牽連，出現了嚴重的供應緊張。這就是為什麼黃仁勳底氣十足。他不僅不擔心客戶沒錢，反而極其肯定地告訴全世界，從現在開始，全球數字工廠的投資規模將達到3萬億到4萬億美元的恐怖級別。過去那種把電腦當成單純工具的時代已經徹底終結了。現在，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超級工廠時代。為了牢牢統治全新的時代，輝達在技術上的推進速度只能用喪心病狂來形容。他們剛剛部署了極其龐大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在這個規模下，最新機器的性能比市面上能找到的領先競爭對手足足高出了50倍。50倍的差距，在科技界是什麼概念？相當於別人還在費力的蹬自行車，輝達已經開上了超音速飛機。更可怕的是，超音速飞機還會自己提速。輝達僅僅通過軟件的優化，就在短短4個月內，硬生生把系統的性能又提升了5倍。並且，輝達根本不給對手任何喘息的機會。這邊的最新產品還在瘋狂生產，供不應求；那邊的下一代產品，也就是被稱為 Vera Rubin 的全新超級機器，已經把首批樣品發給客戶了，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就要開始大規模量產出貨。黃仁勳毫不客氣地預測，每一個構建數字工廠的人都會買新機器。在這個過程中，黃仁勳反覆強調了一個決定生死的指標，叫做每瓦性能。為什麼單單是這一個指標如此要命？因為全世界的電力是有限的，不管是微軟還是谷歌，建大工厂能用到的電都有一個天花板。在同樣的電力下，誰的機器能生產出更多的數字商品，誰就能賺取最多的利潤。輝達就是靠着極其強悍的省電且高效的能力，牢牢掐住了所有科技巨頭的命運咽喉。对手的机器就算白送給你，如果你用它來幹活，消耗了大量的電，卻產不出多少商品，那你也是嚴重虧本的。所以，客戶別無選擇，只能買輝達。既然所有人都離不開輝達，那輝達就可以躺着數錢了嗎？黃仁勳的野心遠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不僅要當賣鏟子的人，他還要親自下場，把所有挖金礦的最強團隊全部變成自己的生死同盟。仔細看這次財報透露的信息，輝達正在瘋狂地砸錢做投資，構建一個堅不可摧的商業帝國。黃仁勳在會上親口證實，他們正在跟目前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接近敲定一項超級巨無霸級別的合作。不僅如此，輝達還一口氣砸了100億美元，投資了另一家超級巨頭 Anthropic。另外一家社交巨頭，也就是臉書背後的母公司，正在瘋狂部署數以百萬計的輝達最新機器。為什麼輝達要這麼做？賺來的錢直接分給股東不好嗎？黃仁勳算了一筆極其精明的賬。在這個全新的計算時代剛剛開始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全世界最頂尖的大腦全部牢牢綁在自己的戰車上。我給你巨額資金，我給你最先進的機器，只有一個條件：你的核心技術，你的所有產品必須建立在我的平台上。這就好比你不僅是全世界唯一能造出頂級印鈔機的人，你還去投資了全世界最大、最有潛力的幾家銀行。只要銀行越來越賺錢，你的印鈔機生意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極度深度的綁定，讓外面任何想要挑戰輝達的競爭對手直接絕望。因為就算競爭對手造出了勉強能用的機器，頂尖科技巨頭也不會用。巨頭們的整個底層基礎
早就已經和輝達完全長在一起了。為了讓機器跑得更快，輝達甚至直接把別人的核心技術連鍋端。他們剛剛簽下了 Grok 的低延遲推理技術，並且把一整支頂尖的工程師團隊挖到了自己麾下。目的只有一個，用最快的速度把机器處理信息的速度再提升一個台階，讓客戶賺取利潤的速度變得更快。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你以為人工智能只是在電腦屏幕裡陪人聊天，幫忙寫代碼嗎？如果你這樣認為，那就太小看這場技術革命了。黃仁勳在會上拋出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新概念，叫做物理人工智能。物理人工智能是真實世界裡的幹活主力，比如大街上跑的無人駕駛出租車，比如工廠裡自動搬運貨物的機械臂，比如能自己思考自己走路的機器人。千萬不要以為那是遙遠的未来。輝達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年裡，光是靠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業務，就已經實打實的賺了超過60億美元。黃仁勳給大家描繪了一個極其清晰的路線圖，現在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全球加起來可能只有幾千輛，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數量會呈現指數級的爆炸，直接飆升到幾百萬輛。幾百萬輛可以在街上自己跑、自己接客、自己賺錢的出租車，背後需要極其龐大的人工智能大腦。每一輛車都是一個時刻不停在處理海量信息的移動數字工厂。在這個領域，包括特斯拉在內的超級自動駕駛公司幾乎全都在輝達的平台上開發產品。輝達不僅要統治電腦屏幕，還要統治未來全世界每一條馬路、每一個工廠流水線。為此，他們已經和西门子等全球最大的工業軟件巨頭達成了深度合作，準備用人工智能把全球的工業體系從頭到尾徹底改造一遍。當全人類的企業都在搶購機器的時候，黃仁勳的目光早就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商業公司。他盯上了一個更大、更不可思議的客戶群体——國家。這次財報裡有一個極其亮眼的數據：主權人工智能業務。過去這一年，輝達的主權人工智能業務收入超過了300億美元，直接翻了3倍。主要買家是誰？是加拿大、法國、荷蘭、新加坡和英國。為什麼國家也要來買機器？邏輯非常簡單。在過去，一個國家的強大靠的是公路、鐵路、電網，但在未來，一個國家的強大靠的是算力。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未來所有的產業都會被別的國家降維打擊。國家級的焦慮比企業級的焦慮還要可怕。企業落後了，大不了破產；國家如果沒有算力，那就等同於在未來的世界裡任人宰割。所以，各個國家就像当年修高鐵、建發電廠一樣，不惜一切代價，傾盡舉國之力向輝達下訂單。隨着全球所有國家都把算力當成核心國策，算力市场的增長潛力根本看不到盡頭。就連地球都已經裝不下輝達的野心了。最近很多人在討論，能不能把處理數據的工廠建到太空裡去。黃仁勳直接回應，雖然現在太空裡的經濟效益還不夠好，散熱非常麻煩，因為太空裡沒有空氣流動，只能靠極其龐大的金屬板來傳導熱量。但是輝達已經做到了，他們上一代的機器現在就已經真真實實的在太空裡運行了。把機器送上天有什麼用？黃仁勳舉了一個最直接的例子：拍照。在太空裡給地球拍照，每天会產生龐大到讓人無法想象的圖像數據。如果把極其龐大的數據全部傳回地球再處理，傳輸通道根本受不了。最聰明的辦法
就是直接在太空裡用機器把圖片處理好，把沒有用的廢片直接扔掉，只把最有價值、最清晰的結果傳回地面。所以，輝達不光是地球上的絕對霸主，他們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進入太空的算力霸主。講到這裡，有心人一定會問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輝達憑什麼一直贏？就算別人造不出性能一模一樣的芯片，造個差一點的湊合用不行嗎？為什麼全球的巨頭、國家甚至太空項目非要死死認準輝達不可？黃仁勳在會上給出了終極答案，這也是輝達最大的護城河。這個護城河分為一軟一硬。先說硬的，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造數字超級工廠就是把一堆芯片像搭積木一樣拼在一起就行了，完全不是。如果你把幾萬台极其聰明的機器放在一起，但是机器互相之间溝通非常慢，那就會變成一盘散沙，根本幹不了複雜的活。輝達最恐怖的技術其實不是單獨的一塊芯片，而是他們發明了一種超級高速公路。通過一種獨家的網絡技術，他們能把幾萬個芯片無縫連接在一起，讓所有部件就像一個完整的大腦一樣同时思考，完全沒有任何延遲。輝達現在不僅是全球第一的算力公司，就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其實已經變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網絡設備公司。別人就算能超出一塊芯片，也根本超不出極其龐大、極其複雜的超級高速公路網絡。如果網絡不通暢，運轉效率只要差上 10%， 對於投資100億美元的超級工廠來說，那就是幾十億美元的真金白銀打了水漂。誰敢為了省一點買機器的錢去冒天大的風險？再說軟的，輝達有一個極其隱秘但又極其強大的武器，叫做 CUDA。這就是讓所有人深陷其中，根本無法自拔的終極語言。什麼是 CUDA？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全世界人工智能的通用語言。大家想一想，如果全世界所有的大學、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頂級程序員，從小到大都在用同一種語言寫文章、做研究，突然有一天，有另外一家公司跑出來說，我發明了一塊更便宜的芯片，但是你必須放棄你學了幾十年的語言，去學一門全新的火星語，把以前所有的工作全部推倒重來，你會願意嗎？絕對不願意。輝達不僅賣給你最強的物理機器，它免費讓你用這套極其順手的語言。更可怕的是，它告訴你，只要你用這套語言寫出來的程序，不管是在10年前的舊機器上，還是在明年要出的最新款機器上，全都能無縫衔接，跑得飛快。這種神奇的架構兼容能力，直接打破了科技界的常理。以前買電腦用2-3年就卡得不行了，必須扔掉換新的。但是買輝達的算力機器用了6年，不僅没有變慢，反而因為輝達不斷在軟件底層進行極其瘋狂的升級，就機器跑得越來越快了。這哪裡是買貶值的電子產品，簡直就是買了一個能不斷自我進化的金礦。這就是為什麼連6年前的老舊機器現在在雲端市場上都被搶斷貨，甚至租賃的價格還在不斷往上漲。看到此處，華爾街的分析師終於忍不住了，直接在電話會議上拋出了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黃老闆，你現在賣機器，毛利潤高達 75%， 賺錢速度比印鈔機還快。只要有豐厚的利潤，就一定會有競爭對手殺進來造便宜的機器，你憑什麼能一直維持極高的利潤率？黃仁勳的回答堪稱商業教科書級別的降維打擊。他說，決定我們能不能保持極高利潤的唯一因素，就是我們能不能給客戶帶來待機的性能飞躍。這是什么意思？很簡单，我賣給你的新機器，價格可能是很昂貴，但是我讓機器幹活的速度提升了整整50倍，而且消耗的電量相比於幹的活來說變得極其微小。大家算一筆賬，你開一個超級算力工廠，最大的成本不是買機器的錢，而是電費。每個工廠的電量都是有極限的，不能無限制的用電。在電量封頂的情況下，誰的機器能用最少的電，
生產出最多的數字商品，誰就能賺到最多的錢。輝達的新機器每消耗1瓦特的電，性能提升了50倍。算下來，你用我這台超級昂貴的新機器，每生產一個商品，付出的成本其實是極其低廉的，遠遠低於你去買其他公司所謂的便宜貨。只要我能一直保持瘋狂的進化速度，我的機器不管賣多貴，客戶都會覺得佔了天大的便宜。就在大家還在為利潤率糾結的時候，黃仁勳把話題推向了真正的高潮。有分析師問，你之前預測未來全球數據中心的投資會達到3萬億到4萬億美元，這個數字簡直龐大到讓人感到恐怖，你真的有把握嗎？黃仁勳給大家算了一筆極其透徹的底層邏輯賬。他說，大家一定要拋棄以前的舊觀念。以前我們用的軟件全都是提前寫好、提前錄制好的，就像你買了一張光盤放進機器裡看電影，提前錄制好的內容播放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消耗多少算力。但是未來完全變了，未来的軟件全都是實時生成的。當你對軟件提出一個極其複雜的要求，軟件會立刻根據你的身份、你的環境、你的意圖，當場給你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段視頻、一段龐大的代碼或者一套完美的工業解決方案。這種當場無中生有的過程需要的計算能力，比播放光盤要高出1000倍都不止。黃仁勳提出了一個極其震撼的詞，叫做代幣經濟學。未來的每一家公司本質上都是一家製造數字代幣的工廠。如果你是一家軟件公司，你的超級虛擬員工每天都在瘋狂地生成代碼代幣；如果你是一家造汽車的公司，你的超級計算機就在瘋狂地生成駕駛決策代幣，輸入到每一輛在馬路上跑的汽車大腦裡。既然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需要消耗比過去高1000倍的計算能力来生產數字商品，那麼全球用來买算力的錢，怎麼可能只有区幾千億美元？過去人類每年在傳統計算上投資3-4千億美元，現在進入了需求爆發1000倍的新時代，3萬億到4萬億美元的投資完全是鐵板釘釘的保守估計。為了證明爆炸性的需求就在眼前，黃仁勳直接拿輝達自己舉例子。現在在輝達內部，所有頂尖的程序員在寫代碼的時候，已經完全離不開各種超級虛擬員工了。他們同時使用好幾個目前世界上最聰明的虛擬助手，遇到極其複雜的問題，就讓虛擬助手互相配合，自己去解決。虛擬員工的能力爆發，就發生在剛剛過去的短短2-3個月裡。不僅是輝達，全行業都已經徹底覺醒。像 OpenAI 這種專門打造虛擬大腦的頂級公司，算力需求已經到了極其恐怖的程度。因為太多人、太多商業機構在用他們的產品，他們嚴重受限於沒有足夠的機器。只要能買到更多的輝達機器，只要機器一上線，收入就會像火箭一樣立刻飆升。Anthropic 這家公司的收入在短短1年內直接增長了10倍。這種眼睜睜看着滿地黃金，卻因為沒有鏟子而撿不到的極度飢渴，促使所有科技巨頭不惜一切代價，瘋狂搶購輝達的最新設備。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技升級，黃仁勳極其嚴肅地定調，這是一場全新的工業革命。全新的基礎設施正在全世界各地瘋狂建設，全新的計算方式絕對不可能倒退。只要人類還需要解決更複雜的問題，只要公司還需要賺取更多的利潤，對算力的無限吞噬就會一直持續下去。而且僅僅只是一個開始，目前的爆發還只是停留在電腦屏幕裡的虛擬大腦。接下來的下一個拐點將會是物理世界的全面爆發。所有的虛擬大腦將被裝進機器人的身體裡，裝進全自動運行的巨型製造工廠裡。到那個時候，對算力的渴求將會達到一個讓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全新維度。在這份近乎完美的財報和極其強悍的訂單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讓黃仁勳極其警惕的巨大變量。在長達1個多小時的電話會議裡，
提到了一件極其關鍵的商業大事。雖然美國政府允許向中國客戶提供極少量的特定型號產品，但是首席財務官克雷斯非常坦白地承認，輝達目前沒有從中國市場拿到任何實質性的數據中心計算收入，而且根本不知道未來能不能把產品賣過去。這對輝達來說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輝達現在獨霸天下就可以高枕無憂。黃仁勳的頭腦極其清醒，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因為人為的商業阻斷，中國的競爭對手正在瘋狂地加速追趕。就在最近，中國本土的芯片企業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黃仁勳在會上發出了一句極其嚴厲的警告。他說，從長遠來看，目前的局面有潛力徹底顛覆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結構。為了維持在計算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美國必須吸引全世界每一個開發者，必須成為所有商業企業首選的平台，其中絕對不能把中國企業排除在外。邏輯非常清晰明了。人工智能的生態就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如果你人为地把一塊巨大的土地割裂出去，被割裂的土地上就一定會長出另一棵參天大樹。一旦新長出來的大樹形成了自己的生態系統，擁有了自己的通用語言，輝達苦心經營多年的絕對霸權就會面臨真正的撕裂和挑戰。黃仁勳不僅是在向投資人喊話，更是在向整個規則制定者發出極其明確的商業警告，不要因為短視親手毀了全球最完整的科技生態鏈。除了外部的隱患，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還盯着輝達金庫裡那座堆積如山的金山。過去這一年，輝達創造了極其恐怖的970億美元自由現金流。簡單來說，就是刨去所有開銷，手裡實打實捏着將近1000億美元可以隨便花的純淨現金。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財富印鈔機。有分析師就在會上發問，既然賺了如此巨額的財富，股價又沒有瘋漲，你們為什麼不乾脆拿出一大筆錢，直接把市面上的股票大規模買回來？這樣股價不就直接起飛了嗎？對於絕大多數普通公司來說，賺了錢趕緊回購股票，討好華爾街，這是標準操作。但是輝達的格局根本不在普通的維度上。克雷斯給出的回答揭示了輝達正在下的一盤極其龐大的世界級大棋。他說，雖然在過去1年裡已經拿出了410億美元用來回購股票和發股息，但是手裡的錢絕不能僅僅用來炒高自家的股價。輝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海量的現金像血液一樣輸送到整個龐大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裡去。這就是輝達最可怕的地方，不僅賺走了全行業大部分的利潤，還要把海量利潤重新砸回行業裡，去扶持供應商，幫着供應商擴大產能，去投資剛剛起步但在輝達平台上開發軟件的初創團隊。這就等同於輝達在用賺來的錢滿世界的培養最忠誠的信徒和最離不開的死忠客戶。當你把整個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從造零件的工廠到寫代碼的天才，再到買機器的巨頭，全部用資本和技術死死地綁在同一艘戰艦上的時候，這家公司就已經不再是一家單純賣機器的公司了。它變成了一個如同水和電一樣，人類社會根本無法拔掉電源的底層運轉系統。當你把所有的巨頭都綁在戰艦上，其實就已經無敵了。但是黃仁勳在這個電話會議裡還透露了一個更加瘋狂的計劃。面對華爾街對人工智能是不是泡沫的終極拷問，黃仁勳把整個科技發展的歷史直接切成了3個階段。聽懂了歷史發展的3個階段，就會徹底明白，所謂的泡沫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第一個階段是過去的幾十年，也就是從傳統的中央處理器轉向圖形處理器的時代。那個時候，大家用電腦打遊戲、做圖，需要的計算能力還很普通。第二個階段是從傳統的機器學習跨入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最初看到的机器能幫忙寫文章、畫畫。這個時候，
超級大模型的訓練需要極其龐大的算力，第一波財富爆發了。但是現在就在此時此刻，人類正在跨入第三個，也是最恐怖的階段，代理是人工智能以及隨之而來的物理人工智能。這絕對不是簡單的升級。黃仁勳極其肯定地說，每一次底層的跨越都能支撐起一輪規模大到無法想象的超級投資。為什麼？因為過去機器只是個工具，撥一下動一下，但現在機器變成了能自己思考、自己幹活、自己賺錢的實體。以為科技巨頭花幾百億美元建數據中心是頭腦發熱嗎？黃仁勳在會上把底牌徹底掀開了。他說，臉書的母公司因為用了輝達的機器來升級廣告系統，直接讓廣告的點擊率和轉化率出現了極其明顯的增長。這代表着什麼？代表着機器剛一通電，真金白銀的利潤就已經流進了巨頭的口袋裡。所以巨頭們不僅不會縮減開支，只會越來越瘋狂地加碼。分析師們本來以為全行業7000億美元的投資就已經見頂了，可是黃仁勳直接把投資規模砸向了3萬億到4萬億美元。因為每一個想要在未來生存下去的商業帝國，都必須擁有獨屬於自己的數字超级工厂。為了滿足已經完全失控的需求，輝達交出了一個極其恐怖的夏季度預期，780億美元。請注意，僅僅是接下來3個月的收入預期，而且還是在受到產能限制，根本造不出足夠多機器的情況下給出的極其保守的數字。這就回到了最開始的那個反常現象。為什麼一份打破全人類歷史記錄的財報，股價反而跌了？因為市場上總有極少數人盯着顯微鏡看數据，卻連門外已經改朝換代了都不知道，還在用過去幾十年的老眼光去衡量一場剛剛爆發的全新工業革命，擔心巨頭的錢會被花光，擔心便宜的替代品會出現，擔心利潤率無法維持。但黃仁勳用極其通俗、極其無懈可擊的商業常識，把所有的擔憂擊得粉碎。只要機器生產出來的數字商品能換成錢，巨頭就絕对不可能停止投資。只要輝達能以50倍、上百倍的速度提升機器的效率，便宜的替代品就永遠沒有任何生存空間。只要算力能夠直接等於收入，高達75%的恐怖利潤率就會像鋼鐵一樣堅不可摧。這是一場根本沒有任何退路的狂奔。整個世界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國家，只要不想在未來的幾十年裡被徹底淘汰，就必須排着隊把海量的資金交到輝達的手裡。這不僅是輝達一家的勝利，這是人類計算方式被徹底顛覆的鐵證。在這個算力等於權力的全新時代裡，所有的商業規則都已經被重新改寫，沒有猶豫的餘地，要麼擁抱算力，要麼被時代無情碾碎。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